任何试图阻止中国复兴的企图，都会带来极其严厉的反击，而且日本所承受的后果要比美国严重得多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，这期的话题是美国的亚洲小北约似乎搞不起来。根据外电的报道中国驻联合国的特使张军表示，冷战以后北约的5次东扩不仅没有让欧洲更安全，反而埋下了冲突的种子，绝不能让影响世界部分地区的那种动荡和冲突在亚太地区发生。考虑到美国的不少政客正在积极鼓吹建立亚洲北约甚至全球北约，中国驻联合国特使公开警告美国和北约，这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如果不做这样的警告，美国就会没完没了的骚扰和胁迫中国的邻国，甚至对他们进行军事或经济上的威胁。在亚太地区美国的核心盟友包括澳大利亚、日本、新西兰和韩国，还有一个非正式的仆从，就是台独势力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距离中国比较远，威胁有限，韩国对访华并不热心，日本是唯一会坚定访华并且跟着美国动武的。这些国家已经和美国签署了军事同盟条约，是不是改名叫亚洲北约或者印度洋和太平洋条约组织，都只是个形式而已。比较重要的动向是其他的亚洲国家会不会加入美国的军事同盟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和印度。如果美国把这些国家组织起来，形成一个类似于北约的组织，像今天对付俄罗斯一样的对付中国，那我们的压力确实会空前的巨大。这也是美国近10多年来软磨硬泡想实现的一件战略和外交的大事件。但是美国绝无成功的可能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有一句常用语，叫什么？叫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这个说法用在战略和外交领域同样是恰当的。中国一直秉承着睦邻友好的外交原则，对于周边国家，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求同存异，大力发展经济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。中国不但是东盟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，还是诸多的东亚国家的主要旅游的收入来源。东盟国家一直是热切的盼望着疫情能够赶快过去，重启旅游市场，这可以认为是软的一手。中国同样有硬的一手，在周边国家当中，我们打过抗美援朝，给韩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中韩关系能够顶住美国的软硬兼施，保持在正常合作的轨道上，与朝鲜战争有直接的关系。我们曾经征得缅甸政府的同意，清剿国民党残军，那解放军的战斗力给缅甸军政当局是留下了深刻印象的，也为中缅军事合作提供了铺垫。我们像小刀切黄油一样教训了印度，不但捍卫了中国的领土，也让印度军队颜面扫尽，无法在南亚充当地区霸主，确保了印度次大陆的基本和平。对于越南呢，我们打过自卫反击、两山轮战以及314海战，同样阻止了越南的霸权主义的倾向。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越南媒体主动的反思战争的起因，并且把它和1979年的中越之战进行了比较，显然是真的接受了教训。当然呢，上面所有这些都不如中国在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中2次痛击美军，以及在珍宝岛冲突中英勇抗击苏军所带来的震撼大。中国能够在正面战场上同2个超级大国抗衡，这种战绩的说服力是无与伦比的。跟中国友好可以获得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援建的机会，跟中国作对很可能挨一顿痛打，留下几十年都忘不掉的伤痛。有了这样的两手抓，美国在试图组织亚洲北约的时候是绝不可能成功的。美国在中国的周边呢，其实还有好几个军事同盟，除了上面说的那几个国家之外呢，还有菲律宾、泰国、巴基斯坦。这3个国家如今和中国的关系都很好，巴基斯坦还是中国的前天后的朋友。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势力非常积极的推动亚洲北约，其中第一个积极的就是台独势力，然后是日本政府。台独势力当然希望形成一个军事包围圈呢，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和复兴呢。日本在这个方面的欲望就更加强烈，而且台独势力和日本的反华势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因此啊，尽早解决台湾问题，将彻底的断绝亚洲北约的任何可能性。在此之后，需要采取措施，让日本政府或日本社会要明白一个道理：任何试图阻止中国复兴的企图，都会带来极其严厉的反击，而且日本所承受的后果要比美国严重的多。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